公元前167年，汉文帝刘恒读到一封信，随即下诏废除沿用了数百年的肉刑。这是中国法律史上最被传颂的人证之一。少女救父，天子动容，酷刑废除，故事完美的像一则寓言。但废除肉刑之后的头几年，死在官府刑罚下的人比废除之前更多。淳于意，齐国临淄人，做过太仓令，更出名的身份是医者。他给人看病留下详细的医案记录，整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历档案之一。但医术好不等于仕途顺，淳于意犯了法，具体罪名史书语焉不详。总之被判肉刑，按律押解长安执行。临行那天，5个女儿哭着送他，淳于意说了一句话：生子不生男，缓急非有意也。生了孩子却没有儿子，遇到急事一点用都没有。这句话在今天听起来刺耳，但它准确地描述了公元前2世纪的现实。女儿不能做官，不能从军，不能代父受过，不能在司法程序中发出任何有效的声音。淳于意不是嫌弃女儿，是在绝望中承认了一个结构性的事实：女儿在这套规则里没有合法的行动空间。然后他最小的女儿缇萦做了一件在那套规则里几乎不可能的事，她随父西行入长安，向天子上书。缇萦上书的原文，太史公在《扁鹊仓公列传》里完整保留了下来。核心意思有3层。第一层，父亲为官时清廉公正，齐国人都称赞他，这是在建立叙事基础，不是说他无罪，是说这个人值得被法律之外的尺度衡量。第二层，肉刑的本质问题。人一旦被割了鼻子，砍了脚，身体的损毁不可恢复，就算想改过自新也没有机会了。刑罚永久地标记了一个人，断绝了他重新做人的所有可能。第3层，他愿意没入官府做奴婢，以赎父亲的刑罚。这封信的力量不在文采，它的力量在第2层。缇萦把一个人的求情推到了制度层面，他没有说我父亲是冤枉的，他说这种刑罚本身有问题，不是在喊冤，是在讲道理。一个10几岁的女孩在那个时代用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制度批评的逻辑。刘恒读了这封信，下了一道诏书，诏书的措辞比缇萦的信更值得细看。夫刑至断肢体，克肌肤，终身不息，何其刑之痛而不得也？岂称为民父母之义哉？刑罚到了砍断肢体、磕破皮肤、终身不能恢复的程度，这种刑罚何等惨痛而不仁德，怎么配得上为民父母的名义？然后他宣布废除肉刑。故事到此完美收束，少女孝心动天，天子仁德施政，后世2000年反复传颂，它成了好皇帝叙事里最经典的样本之一。但这里有一个被故事的温度掩盖的问题：一项涉及全国司法体系的制度变革，真的是因为一封信临时出动的吗？废肉刑不是小事，肉刑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、秦，在脸上刺字、涂墨、缢、割鼻、越、砍脚、攻，破坏生殖器，沿用上千年，嵌在整套司法体系的骨架里。量刑标准、罪名对应、执行流程、地方官吏的考核，全部围绕这套刑罚建构。废掉它，等于要重写半部刑律。这种规模的改革不可能没有前期酝酿，朝堂内部一定有过讨论，也许讨论了不止一次。现行刑罚体系的问题在哪里？替代方案是什么？变动之后地方司法怎么衔接？一封信触发不了这些东西，能触发的只是时机。缇萦的上书不是改革的原因，是改革的要引。刘恒可能早就想动肉刑，但废除祖宗沿用几百年的制度，这个动作需要一个入口，一个能让天下人理解为什么要改的故事。缇萦提供的正是这个故事：一个少女，一个清廉的父亲，一封情真意切的信，一种任何人都能共情的悲剧。皇帝不是被感动了所以改，是一直想改，现在终于有了一个能对天下人讲得通的理由。这跟周勃案中薄太后的角色有相似的结构。薄太后替周勃求情，刘恒借母亲的话放人；缇萦替父亲上书，刘恒借少女的信改之，都是借别人的声音完成自己已经准备好的动作。但跟周勃案不同的是，这件事的后果远远溢出了预期。周勃案是一个人的命运翻转收放都在掌握之中，肉刑改革是整个帝国的制度重构，制度一旦落地，它的走向就不再完全由设计者的善意决定了。废除肉刑之后，空出来的量刑空间用什么填？刘恒与廷臣商定的方案大致如下：情刑刺面涂墨改为坤前呈淡冲，剃光头发，戴贴颈圈，服苦役。这一条相对合理，从终身刺面变成一段时间的劳役，刑满之后外表不留痕迹，犯人还有重新开始的余地。役刑割鼻改为吃300，打300下，
斩左指砍左脚改为吃500打500下，斩右指砍右脚改为弃市死刑。逻辑看上去说得通，肉刑的核心问题是不可逆，鼻子割了长不回来，脚砍了接不上去，吃刑是皮肉之苦，打完了能好，不留终身残疾，用可恢复的痛苦替代不可恢复的损毁，方向完全正确。但这条逻辑成立有一个前提，人得扛得住。300下是什么概念？汉代吃刑用竹板或金条抽打，打在背部或臀部，行刑者是受过训练的专职立足，每一下用力10抽，这不是象征性的拍打，是能撕裂皮肉的重击。正常人扛不住300下，很多人打到100多下已经昏厥，200下时皮开肉绽，300下打完，大量犯人直接死在刑场上，500下更不必说，吃500几乎就是死刑的同义词。这意味着一个荒诞的结果，原来判1刑的犯人割掉鼻子，人活着虽然毁了容，但命在，现在改成吃300打死了。原来判斩左指的犯人砍掉左脚，人活着虽然残了，但命在，现在改成吃500打死了。原来判斩右指的连打都省了，直接弃市处死。一向以仁慈为名的改革落地之后的实际效果是，原本留条命的人现在死了，轻刑变重刑，重刑变极刑。班固后来在《汉书刑法志》里几乎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个问题，外有轻刑之名，内实杀人，名义上减轻了刑罚，实际上在杀人。那些死在吃刑下的犯人不会知道这根竹板来自一项人证，他们只知道痛，然后死。刘恒错了吗？方向没错，肉刑确实残忍，确实应该废除。提音信中说的终身不息，确实是这套刑法最大的问题。一个更人道的司法体系，方向完全正确。问题出在善意和落地之间那段巨大的技术空白。从肉刑不好到用什么替代之间，需要被具体的数字、具体的执行细节、具体的人体承受力评估填满。而刘恒的方案在这段空白里只填了2个粗糙的数字：300和500。为什么是300？为什么是500？这个数字是怎么定出来的？有没有人实际测试过一个正常人能承受多少下吃打而不至于丧命？至少在史书的记载中看不到任何这方面的讨论，数字是估出来的。一项涉及帝国数十万犯人生死的刑法改革，最核心的参数靠估。这不是刘恒个人的昏聩，这是所有感觉驱动型改革的通病。感觉告诉你这个不对，要改，但感觉不会告诉你改成什么，怎么改，改了之后执行层面会发生什么。后面这些问题需要技术，需要经验数据，需要试点观察，需要在理论上更轻和实践中更重之间做精确校准。刘恒完成了感觉的部分，技术的部分要等到下一代。真正动手修补的人是刘恒的儿子汉景帝刘启。景帝元年前156年第一次减刑，吃500减为300，吃300减为200，但问题没有解决，200下、300下仍然在大量打死人，数字降了，死亡率没有降到可接受的范围。景帝中6年前144年第2次减刑，吃300减为200，吃200减为100，但更关键的不是数字的调整，而是景帝在第2次减刑时做了一件真正具有技术含量的事。规范行刑标准，诏令明确规定了持杖的尺寸，长5尺，宽1寸，末端厚半寸，用竹制作，必须削平竹节，竹节不平会割裂皮肉，把吃刑变成变相的割刑，抹平竹节这一个细节就能大幅降低伤害程度。规定只能打臀部，臀部肌肉最厚，相对不容易伤及内脏。规定行刑过程中不得中途换人，换人意味着接手者体力充沛，下手更重，等于变相加码。从500到300到200到100，从粗暴的竹板到标准化的刑具，从随意行刑到限定部位，禁止换人，这才是仁慈的技术层。每一条规定背后都不是道德感，而是对人体的具体认知。打哪里不会死，用什么材料不会割裂皮肉，多少下是人能承受的上限。这些东西不感人，不适合写进故事里，但他们比任何一封动人的上书都更直接地在救人命。刘恒提供了方向，肉刑必须废；景帝提供了工程，废了之后怎么在不杀人的前提下执行？方向和工程之间隔了10几年，2轮修法，无数条在吃杖下断送的人命。回头看这件事的完整时间线，公元前167年提迎上书，刘恒废肉刑，善意起步。公元前167年到前156年之间，吃300吃500在全国执行，大量犯人死于更轻的刑罚，善意反噬。前156年，景帝第1次减刑，第1轮补丁。
前144年，景帝第2次减刑并规范刑具流程，第2轮补丁。此后，武帝、宣帝时期还有进一步的调整。一项改革从提出到大致成熟，跨越了3、4代帝王，半个多世纪。刘恒在下诏的那天看不到这些，他看到的是一封感人的信，一个正确的方向，一个他以为合理的方案。他不知道300这个数字会打死多少人，而缇萦更看不到，他上书的目的只是救父亲，他做到了，淳于意免罪获释，父女团聚。至于这封信引发了什么样的制度变革，变革又造成了什么样的代价，代价又花了多久才被修正，他大概永远不会知道。上书之后，他就从史书中消失了，像一颗石子投入水面，涟漪扩散到他看不见的地方。这大概是整个故事里最值得记住的一层：善意的发起者看不到善意的全部后果，方向由一个人定下，代价由无数人支付，修补由后来者完成。每一代人只做得了自己这一段，看得到自己这一段。所以仁慈不是一个决定，是一项工程。它需要的不是一颗好心和一道诏书，而是一代人起头，下一代人纠偏，再下一代人收尾的耐心。感觉负责出发，技术负责抵达，中间那段漫长的充满错误和死亡的路没有任何捷径。